上那个样品屋，我要让你们看的样品屋，我一定把它弄好、弄满、弄到很顶，让你进来以后觉得哦，哇靠，真的假的？以后我家房子长这样？错，因为你要装潢那个样品屋可能就花了300-500万装潢。我在高雄，我有认识那个做装潢的嘛，对吧？他们有接一些那个建商在做那个代销中心，在盖样品屋的案子，那一样都是要请建造的对啊，人家在装潢那个样品屋毫不手软全木工全屋都让给他定做下来。这个样品屋有什么用？没什么用啊，它时候到了怎么样，它就拆掉。我现在讲的是预售的所以是空地上盖一个代销中心，然后里面的样品屋，我不是说成屋他挑一间去装潢。所以这种全屋这个木工全部都是定做，你都看不到系统柜然后连那个摆在那里的床那个织物他都买很好的，就是这样，然后灯光打到爆，这样就让你进去之后觉得说哇，超级之奢华，哇，我家以后长这样。你有想过为什么身边的朋友他去看预售屋总是看很多间看很久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普通人最爱买房地产而不是股票，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看预售屋很容易看很久今天来跟你分享我在 Dcard 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它文章的标题是写分享结束了1年6日连假都在看房子的日子就一个网友他想要买房子，然后花了1整年的6日来看成屋跟预售屋，最后顺利买房，并且归纳出了3个重点第一，不要漫无目的的看房子；第二，样品屋的感受很重要；第三，要查建商的风评。当然恭喜他了能够顺利买到喜欢的房子。而我觉得这个分享不错的原因在于，他点出了很多新手在看预售屋的时候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其实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房子然后就先去看了20-30间然后代销中心都好大好漂亮好棒棒这样那后面是怎样？后面越看越做不了决定，我跟你讲，越看越花了那夸张的是看了2年3年他都还在看所以像原 po 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你只要很清楚你在意什么，那就可以很快上车顺便提一下，如果是我去看预售屋的话，基本上我不太会看建商因为现在其实台湾的建商能活到现在还有实力去推大楼案这个实力都很够你们不是最爱讲什么新复发宝咖咖什么的人家就是 OK 对你看他的房子就是卖得掉所以品质都不会太差，你只要挑你喜欢的就好。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预售屋会卖比较贵先说一个前提我不觉得预售屋不好之前我去看预售屋也是看一看，我说哇真厉害这个要我下定好像都可以那预售会卖的比较贵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建商知道这间预售未来就是值这个价钱未来价这个结构绝对是建商一整个部门的人去计算出来的，所以你买预售其实也没有买贵你只是买到的价钱是建商本来打算卖的价钱就日后的价钱，可能他盖完以后3年他预期是这个钱卖得掉，他现在就卖你，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你看起来才会比较贵再加上现在建商大概都会学新复发去推那个优付嘛，所以他的资金的成本也会叠加在这上面，然后卖给你，那你也会买，为什么？因为你就没有头期款对你就看好这个预售所以你还是会买，反正就是只要你用这个逻辑去看你买的比较贵你都能接受应该是这样讲。因为现在的预售它的建筑工法一定是更进步的，尤其是4月3号那个花莲大地震以后吓坏了超多女生我们男生真的还好那个吓坏了超多女孩子他们就要新的房子OK 这很合理那格局的规划那个管理那新房子绝对是比旧房子还要理想的所以它卖的比较贵是合理的。那这个道理就像是2024新出的手机就会比2023卖的手机还贵了就是这样。那最后你要知道，买预售屋最好自己先去看我会建议你，如果你还在犹豫你要买中古还是预售，那你就先不要带你女朋友或者老婆去看预售因为现在的预售太厉害了那个我都觉得敢带老婆或女朋友去看预售屋的人真的是妈勇者，你知道这个就很针对女孩子现场那么华丽那么奢华那么漂亮，对不对
那女孩子看了以后都会爱上，那回来就会一直吵另一半说啊要买要买要买。我们男生比较没有差哦，我们可以免疫原因是我们就很重视 CP 值嘛，你那个价格拿来 CP 值，对哦。那就算你当下看一看，你觉得很心动哦，但我们男生回家之后打个手枪，冷静一下，进入圣人模式以后，耳聪目明哦，就可以开始看到，我早上看那些预售屋有什么缺点哦，它的样品屋的那个尺寸是正确的吗？它的床虽然是双人，怎么感觉比外面一般双人床还要小哦？这些缺点就会慢慢浮现出来。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你有打算买预售屋，那你就自己先去看过，你觉得差不多可以买的时候，你再带你另一半老婆或是女朋友去就好了。那如果你觉得买中古比较香的话，反过来你先带他去看中古，再去看预售，然后跟他说这中间的价差就足够让你做一间独立的衣帽间，还能够放包包放到满，放到天花板这样。我跟你说，这个女生应该都 OK 应该都 OK。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为什么预售屋很容易一看就会看非常的久、非常的多间，还做不了决定。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网友他花了1年去挑预售屋的案例，并且也解释了预售屋会卖比较贵的原因事实上，他没有卖的比较贵，他就是把未来的价钱现在卖给你而已那我也认为买预售不太需要考虑建商，因为现在还敢去推大楼案的建商都很有实力，真的都很有实力我建议的流程做法是这样，你去看预售如果你决定要买预售，那你就要自己都去看完一圈以后，觉得差不多再带老婆去，不要让她看太多间这样子你会比较容易买到。那如果你想要买的是中古的话那你就先带那个老婆去看中古，然后再去看预售，要把预售拿来作为这个样本就对了，然后就跟他说，你看这个价差那么多这个我们的装潢可以用得很好你这个我可以改一个独立的衣帽间给你塞包包你包包鞋子从地板放到天花板，这个我都 OK 这样。这个方法实测有效。最后我想问你你有朋友也是整天都在看预售吗？你看有一个大网红叫啾啾鞋啾啾鞋讲人知识的他159万订阅他上个月不是才发一片吗就看了超过40间的预售屋，我在拍这个影片当下的时候，他这支影片的观看量是31万31万次，这很多呢，对不对？表示大家至少31万个人，他都很关注这个议题你不是讲人知识，怎么人到预售屋这个火热房市里面来了所以你看预售屋买房子这种事情，不止一般人头痛，连那个钱很多、收入很高的大网红，他也很头痛对啊。所以你有什么预售的想法欢迎底下留言区跟我分享一下。如果想要跟我讨论如何买到好房子、怎么看预售的话，记得订阅加分享这个影片到你的赖群组、A 片群组也没关系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冷静那你要是被踢了，你不要怪我那或是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我里面拍了一些房地产不方便公开的八卦可以分享出来那现在加的人已经蛮多了那你可以参考看看。来讲八卦，就是影片在讲预售屋看很久，研究很久当然也有少部分的人，他看1-2个甚至第一个他就敢买我身边就有还跟我炫耀我看了喜欢就买了讲的云淡风轻这样买一间2500万这样。事实上我是不鼓励这种行为的。他这样跟我炫耀，我会马上黏他这样。就是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房子大概就是你这辈子怎样买过最贵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贵而已，你还要贷款你才有办法买那所以还是要谨慎一点比较理想吧。你看看你平常晚一点下班，你都会想说不然怎样再混一下等到晚上8点7就有个友善时光65折的爱真实可以吃了那我再凹一下。你小钱你都精打细算平常都跟我一起吃这个友善时光的结果买房子这种事情人生最贵的商品突然什么看第一间他就买了凭感觉行事忘记要货比三家。这个现象我认为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就省小钱花大钱当然他现在买，他未来笑得出来的几率应该也是很高，只是我是认为这个太草率预售屋市场可以说是最顶尖的市场，因为它的客单价太高了太高了。你要比它高就土地，你知道那土地又一般人就不会去摸一般人能接触到单价最高的市场，应该就是这个预售屋市场都超过1000万嘛那
一个小白消费者哦，之前都住家里哦，那现在出来自己第一次买房子，你知不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常年的代销哦，最强的高手，最强的话术，最美的样品屋，最资深的代销小姐呢？啊，你觉得你在他面前胜算有几成？全身而退。你第一次买，对不对？哦，什么功课也都一知半解了。啊，人家是天天在卖你，哦，这个资讯非常的不对称啊，哦，那就很容易造成日后的一些纠纷。所以我还是建议怎样，货比三家，你至少啊，买到的是自己不会后悔的，而不要一时冲动，信用卡定金给他刷下去。因为我也是常常在陪朋友去看预售啦，我很清楚一张房地产的白纸哦，在多年哦销售经验的代销姐姐眼中，真的是，我跟你讲，他出手，他拐你，他就拐了，得手的几率非常非常高，那个话术都非常非常的强。好，你那边担心收入不好，说哦没关系，我们有优付，哦我们的优付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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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到时候连这点钱都付不出来吧？干呛我，对不对？哦应该可以吧？哦他就要你刷哦没关系，我们之后这里要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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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讲的，对，你去看过吗？你也没看到，你也不知道他讲的真的假的。一旦你买了之后，他盖完交付，他们按厂早都不知道换到哪里去哦，他是等于没有责任的，所以。小心呐、然后那个样品屋也是哦，那个样品屋做出来怎么可能让人不喜欢？他如果是建商那个样品屋，我要让你们看的样品屋，我一定把它弄好、弄满、弄到很顶，让你进来以后觉得哦，哇靠，真的假的？以后我家房子长这样？错，因为你要装潢哦，那个样品屋可能哦就花了300-500万装潢。我在高雄，我有认识那个做装潢的嘛，对吧？他们有接一些那个。建商哈，在做那个代销中心，在盖样品屋的案子，那一样都是要请建造的哈。对啊，人家在装潢那个样品屋毫不手软呢，全木工全屋都让给他定做下来。哦，这个样品屋有什么用？没什么用啊。它时候到了怎么样？它就拆掉。我现在讲的是预售的哦，所以是空地上盖一个代销中心，然后里面的样品屋，我不是说成屋他挑一间去装潢。所以这种哦，全屋哦，这个木工哦，全部都是定做，你都看不到系统柜哦，然后连那个摆在那里的床那个织物哦，他都买很好的，就是这样，然后灯光打到爆，这样就让你进去之后觉得说哇，超级之奢华哇，我家以后长这样。错，人家为了那个样品屋300-500万这样丢下去装潢，对啊，你怎么拿那个钱？然后那个装潢完了，卖完之后怎么样？拆掉，对啊，全部都拆掉，对啊，因为它是留在空地上，那个没办法用嘛，哦。对啊，这是很针对性的去打击这种房地产新鲜人哦，房地产白纸，所以货比三家绝对不吃亏，真的不吃亏。货比三家也很简单哦，你就去看一家，然后你直接问 A 说，那个 B 我有去看，那你觉得他们家有没有缺点？好，你看他在骂什么，你全部记下来。他们在互相攻击不会手软的哦，你就统统记下来，然后你去看 B 说，我去看了 A， 你觉得怎么样？哦，相当于是别人帮你做功课，你知道哦，别人帮你做功课，你要货比三家。要是你一下就买了，你都不知道你买到什么东西哦，你就是货比三家比完以后，发现大家都在骂，没有错，没有一件好的啦哦，在同业的口中都是这样，可是你总能找到一个骂声最少的嘛，对不对？所以货比三家，这是你一生中最贵的东西哦。货比三家，中古的话就多看嘛。中古很长时候根本无法让你比，就等很久的社区有一个释出，价格也是行情，就只能买了哦。就是这样，我们没有比的机会。可是预售市场那么多，随便你比呀，对不对？你不止不同家在那边比，你可以同个家在那边比户型，对不对？同样是两房，就有这边东边的、西边的，通通都可以比。爱比就爱比。预售屋你还不比，这个不是很浪费的事情吗？那中古的话我们没得比还有那种半夜签约的这种鬼故事我们都听过没办法就东西出来要用抢的跟你分享了，我还是觉得什么看第一间就给他刷定金刷下去，然后说没差，我有7天审阅期，这个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做法才是太草率了不然你一次去下5-6间嘛，然后每个都7天，然后最后再只留1间嘛。你要是这样做，我说你高手，问题就没有嘛，你就只看1间，你就给他刷下去，实在是谨慎一点吧。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
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追看女生哦。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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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 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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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 OK。